今天是我第一天上任，就稍微啰嗦两句吧。我这个人呢，最看重的就是相互尊重。希望以后我们能在生活……干嘛去？那客房部总监这么不尊重人，刘太太是怎么回事？刘太太洗澡的时候发现花洒上面有污渍，我们是要给她调换房间，她还是不满意，不依不饶的，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刘太太这么难伺候，你们也没办法。还有吗？有，就是503个客人退房之后少了一件浴袍跟2个衣架。联系客人了吗？联系过了，没接电话，但是已经做了记录。还有就是陈先生后天要提前退房，但是洗衣房弄丢的西装扣子还没有找到。老大，刘太太那边，你最近是不是胖了？老大，刘会长是新任的餐饮协会会长，把他老婆得罪了，我担心咱们努力了1年的零差评。你该减肥了，你的形象就是酒店的形象。老大，今天是情人节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晚上去打拳。还来？温森特，你终于来了，你自己来看看那个花洒。是。我可是一直很信任你们酒店的，没想到卫生状况这么糟糕。我还用它洗了澡，谁知道会不会感染什么莫名其妙的细菌啊、病毒之类的，想想就浑身痒痒。这事儿你必须给我个说法啊！我们的净水系统都是德国进口的，可以达到优质水的标准，这一点您可以完全放心。那这个污渍，至于这个上面，它并不是污垢，而是金属有一些脱色了。你也知道，全海是一家20多年的老酒店，就像人一样，有了经历，才会显得更加迷人。您说是吗？那倒也是。您这边请。让您这么尊贵的客人感觉到不适，是我们的失职。对了，我们现在有一个情人节升房的活动，已经给您挑选好了视野最好的一间豪华海景套房，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升级。温森特，你太客气了，我其实也不是说要升房。我们全海的宗旨就是为客人提供最完美的服务，更何况您还是我们的超级贵宾。对了，我们的主厨最近在研制一些新的菜品，听说您对这个方面非常有研究。如果您方便的话，愿不愿意帮我们品鉴一下？我非常荣幸。好，那我安排一下，联系您。那这边没什么事情，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老大，你还好吧？有事儿说事。坏消息，陈先生的西装扣子是今年毕加的新款，咱们这儿没有。解决方案？啊，这是所有能加工这个扣子的工厂清单，我联系了一下，开模加制作，最快的只要7天。陈先生后天退房，你打算让人家等7天吗？老大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你是不是有解决方案啊？朋友推荐了一家买手店，说已经找到了这个扣子，开完会你去取一下。啊？我去啊！昨天晚上陪你打拳，我就睡了3个小时。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，不需要睡觉。行吧，那你开完会回去休息吧。
那扣子怎么办？前面已经出那么多差错了，不能再出岔子了。开完会我自己去吧。潘依依，潘依依，出来。潘依依有事儿先走了，不是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要的东西呢？确认好了吗？银货2器。感谢你光临潘依依的小店。喂，这附近有卫生间吗？这儿不行，没有灯，换一个地方。要不给你找个草丛？那你在门口等着，你不许走。你到底上不上啊？不许走啊！不准走啊！在门口等我啊！喂，你没走吧？你没走吧？你还在吗？言而无信。谁啊？你好，我是客房部总监，打扰一下。我现在心情不好，别烦我。你好，我是客房部总监，打扰一下。怎么是你？我怎么在这儿呢？这位客人，有客人投诉你说您屋里太吵了，麻烦您收敛一些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哎。他是客人，冷静。别走，不要走。干什么？哎，哎，这个领带是我买给你的，给我摘下来！哎，我说你，哎，哎。
我说你这个人，你能不能讲狗东西！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奇怪，人呢？摸够了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谈一下吧。谈什么？你不会对我……因为您现在是酒店的客人，所以我才会对您解释一下。昨天有其他客人投诉您的房间太吵了，所以我就过来敲门。结果您一开门就倒在了我的怀里，这一点酒店的监控可以作证。我好心把您拖回床上，您拿玻璃瓶袭击了我，导致我晕厥了过去。这一点，我头顶上的伤也可以证明。你想起来了？你现在什么眼神？我什么眼神了？你给我出去！现在！问题出在1点到1点半，我们工作之间的交流被客人听到了。工作交流。他嫌咱们酒水吧里的饮品贵，我就评价了2句。妄自评价客人符合你的工作准则吗？你知不知道那条差评，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全海，是一部分人对整个酒店行业的攻击，你功不可没呀。对不起，总监，我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不适合在这儿工作。对不起，总监，求你了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昨晚那人是我闺蜜，叫易然，今天好像在春风路那边的停车场拍戏。不好意思。我把她电话给你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抱歉，导演，把人给我拦住了！谁导演呢？人呢？来，不好意思，干嘛呢？那个谁搞的演员？走，回来，快回来！导演看到了。算了，先放饭。老板，现场放饭了，一会儿大家都吃快点啊！易然。老大，找到了吗？还是没有啊？会不会搞错了？他能是演员吗？哼，从长相和气质上来看，这个易然非常适合妖魔鬼怪。但是他怎么找这里来了？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擅长的。他在给人添堵这件事情上，他有着登峰造极的天赋。谁？我吗？没关系，我觉得他应该非常缺钱。实在不行的话，
咱们就用钱说服他。什么？还想拿钱睡我？混蛋！开了，开始实拍了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他。让我头，把头给我，把头给我。这么快搞定了？我想了一下，咱们还是换个座，开车。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向他道歉呀，但他似乎对我有很大的误会。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，我去片场找他，他也不愿意见我。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才想着让你给我出出主意啊。这样吧，我帮你跟他解释解释。唉。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他估计还没拍完吧？得不到易小姐的原谅，我始终觉得我内心不安啊。要不然，你去他家找他试试。我也是这么打算的。我是说，我也打算登门向他道歉。行，那我把他家位置发给你。啊，对了啊。 今天呢是他生日，你过去的时候呢，给他带一份生日礼物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一定好好向他道歉。那你怎么来了？我们之间似乎有些误会。我跟你没什么误会，你赶紧走啊！你随便了，赶紧走！你还挺会玩啊你！出去！听我解释。你不听，你再不走，我叫警察来了。你报警是吧？那你报啊，让警察正好调查调查。 是谁用玻璃瓶砸了我的后脑勺？昨天我也不是我，哎，我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赶紧出去！我不走。是女人吗？力气这么大。你每天都生活在这个垃圾堆里啊？垃圾堆不欢迎你，赶紧回你的宫殿里吧。哎，你翻什么呢？你。 毅然是吧？我再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全海酒店的客房部总监，我叫肖慕成。你也可以叫我温神。瘟神。是 Vincent。 介于你对我们酒店打差评的事情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是我们的员工有错。作为酒店的领导，我真诚地向你道歉。但是介于你也占了我不少便宜，所以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。我占你什么便宜了？你说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让我给你删差评吗？我是希望能够跟你合作。你就不怕我登峰造极给您添堵了？ 跟你们这种坑人钱的黑心酒店有什么好合作的？你现在说完了吗？赶紧走！我是希望您能够来我们酒店做试睡体验官，全方位的享受 VIP 级别的服务待遇，并且费用全免，我也会按照市场价支付您工资。有工资？多少钱？200一天。慢走不送。 是美金。哎呦，我这平时呢工作太忙了，家里没空打扫，您别介意啊。那个温总，啊不对，不好意思啊，您是肖慕成。
肖总，您别介意啊，我去给你倒杯茶。不必了。那个试睡体验官，具体是做什么的呀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入住我们酒店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真实的入住体验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都如实发布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也不用删差评？不用。你等我捋一下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可以免费住你们酒店，然后每天有200美金，还不用删差评？你不是在逗我吧？我从来不拿工作的事情开玩笑。那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啊，我没有做过试睡体验官的工作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该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的。那我的工作期限是3天。就3天？我是说，就3天还不足以把你们酒店的设施啊、服务啊体验到位。你觉得7天怎么样？成交。夏总，你在这坐一会儿啊，5分钟收拾进去啊。李小姐，欢迎您再次入住全海酒店。走吧。你们酒店员工工资是不是很高啊？这个是商业机密。我就是想看看和他们的服务匹不匹配。不说拉倒。怎么样，房间还满意吗？满意，非常满意。行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就把合同签了吧。这个时间是不是写错了？我们不是说了7天吗？你 OK 的？成交。夏总，你在这坐一会儿啊。我这个意思是3天。还说你有诚意。200美金1天还叫没有诚意吗？希望你不要拒绝。行，3天就3天。那从现在开始，我就算正式上岗了吗？床垫松软，我的腰不好，喜欢睡硬的。差评。这上面写的是哪国文字我都看不懂，有文化歧视的嫌疑。差评。这个最离谱，黄金炒饭198，你们是炒黄金还是炒饭？差评中的差评。我们的食材全是外国进。停。或许你有你的道理，但是我只有3天的体验时间，你最好找个东西记录下来。我会尽可能把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分享给网友。我再去那边看看。OK。7天。成交。这可是你亲口说的，我没有勉强你哦。我不会白占你便宜的。既然接受了你的工作，我就一定会认真负责的。最好是这样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早点休息吧。等等，肚子有点饿，有泡面吗？来个米其林5星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提供。米其林只有3星。我是说，
你差不多可以走了。TY 的合同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对方还在犹豫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差评风波有关。本来都临门一脚，现在球还在我们脚底下呢。啊，今天令总飞上海，咱不会被博散截胡吧？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2件事情，第一个就是平息舆论，第二个就是尽快拿下 TY 的合同。让你找的地方找怎么样了？啊，找到了。这可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的私人听歌房。想不到林总有这种喜好啊，那我们就投其所好，说不定还能开设一个酒店的特色服务，让我们的体验官去体验一下吧。哦，牛角上挂把草，捎带不费力。这样几边都被你照顾到了，厉害呀，老大！你陪他一起去。啊？易小姐，您用完餐之后，可以去找一下我们总监吗？哦，知道了。不错，好听，太享受了。请问2位有什么建议吗？建议放个枕头。声学环境不错，临场体验感很强，音响效果也超乎想象。后续会安排人跟你们对接合作事宜。好的，肖总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哦，可以请你帮我们拍张照片吗？当然可以。为什么要拍照啊？不是你说的每次体验都要拍照分享的吗？来，2位可以再靠近一点哦。表情可以再放松一点哦。微笑。好的。谢谢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引人入睡。引人入胜。既然你都说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定什么？我打算在酒店开设2个私人音乐厅，作为酒店的特色服务，满足对音乐有高需求的客户。那得花很多钱吧？比较麻烦的是稀有唱片的收集，这些啊，并不是用钱能够解决的。有钱真好，可以花时间在没有用的事情上，不像我们普通人，一睁眼就得为了生活奔波。我这个人呢，不喜欢欠别人的。你请我听音乐会，我请你吃饭。我饿了，走吧。今天到我的地盘了，你看看想吃什么？确定吃这些？放心，绝对让你体验原拉面。嘿，哎，然姐来了，有日子没见您了啊！忙，工作太忙了。来，尝尝今天的烤串，我新配的烧烤料。尝尝。
盐放多了。你这肉这么新鲜，都让年味儿盖了。差评。不可能吧？那我再改良改良。行。这边。来来，哎，尝尝我这个臭豆腐，刚出锅的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不够臭。再改良改良吧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你尝尝，味道不错。这还不够臭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奶奶，哎，桂姨爷，尝尝今天的锅包肉。可以啊，外酥里嫩。这不是进群里之前提的意见吗？小伙子，你也尝尝。啊，我不用了，谢谢。尝尝尝尝。今天想吃点什么？今天我想请朋友。你别看这环境简陋，但是在这条街上能得到我认可的店，绝无仅有。怎么样才是你认可，不给差评？我差评也不是随便给的。再说了，我给差评不是希望这个世界上可以多一点真善美，少一点假恶丑吗？哎，依然来了，还是老样子。2份。好嘞。别玩了，一会儿都凉了，不好吃了。你看啊，大的大，小的小，那破皮的破皮，差评。这是手工做的，又不是机器做的，大小当然不一样。刚才有客人把醋碟给忘了。没事，老板，你忙你的。服务之后，色相不佳，餐具破损，这都是怎么通过你的差评系统的？吃的呢，最重要的是食材新鲜，味道好；服务讲的是贴心和真诚。你看，老板还能想起没给我们上醋碟儿，就证明他无时无刻都在为客人考虑。你尝尝。信了吧？吃的就是我的命，绝不放水。其实，我跟你算是半个同行。怎么说？我们家以前是开民宿的，虽然门面很小，但是人气爆棚。但凡是住过的，最后都只认我们家。还有这个被你嫌弃的破碟子。它见证了我们家产业的辉煌。那是我们家第一次接待旅行团，床位的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，团餐又是另外一个大问题。后来我爸就直接把大伙都带到了这儿，这一下来了这么多人，老板招架不住，饭菜也来不及上，大爷大妈等不及了，就一撸袖子亲自下厨了。全都自己做呀？对呀，大家一起做饭，一起吃，就像一家人一样，特别开心。我呢也跑过来凑热闹。这个碟子就是当时被我不小心摔了的，不过还好只是碎了一个角。多亏了它，我每次来这里吃饭都能想起以前那些开心的事。那后来怎么不继续了？后来连锁酒店兴起了，
很多小旅馆都没扛住，都是以前的事儿，不提了。你吃蒜吗？我不吃。你吃一个吧。你话真多。饺子不配蒜，味道少一半。我不吃。老板来头蒜。我不吃。你吃。我不吃。你吃。我不吃。我不吃。我不吃。我吃。各位应该知道，酒店的后厨一般都不会对顾客随意开放的，但是我们愿意首开先河，在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场合，比如像贵公司的周年庆、宴会等等，我们会邀请我们的主厨和甜品师一起为大家完成料理的制作。考虑到贵公司和外企也有业务往来，所以我们也请来了马来西亚与印度的厨师一同参加。哦，一般的5星级酒店啊，很少请印度的食物。是啊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酒店以及顾客有更多的互动感以及参与感。那大家就一起甩泡饼吧。另外，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扩充了多功能宴会厅，可以容纳1000多人。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吧。好啊，好的。有时间的话，跟你什么？谈恋爱。为什么？据餐饮部统计，这次7夕活动参加的人数不够，所以响应内部人员积极参加。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？你以为我卖给你了吗？什么活动都参加？行吧，你要没兴趣的话，那就算了。对了，客人投诉你抢占电梯，妨碍出行。投诉我？我还投诉他呢。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来拉屎。也包括你。喂，你是不是想吵架？酒店本来就是各式各样的客人都有，那身为客人理应享有应有的服务。老崔也是酒店的员工，理应客人优先。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就是应该要相互体谅和尊重。再说了，老崔一把年纪了，搭把手而已，你怎么还帮着外人啊？酒店没有外人，只有客人和为客人提供服务的人。那我还 VIP 呢。请注意你的言行，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合作得下去。说什么尊重我的意见？你根本就是想让我给酒店说好话。你是真心想要解决酒店的问题吗？表面功夫，虚伪。这就是我请你来的目的。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提出来。那我现在就给酒店差评。你要是不爽的话，赶我走就好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为什么送我拼图啊？拼图？我什么时候送你拼图了？真的不是你送的？不是啊。哎，你从小是被骗大的吗？那不好意思，先不占用您的时间了，我走了。这门好像打不开了。笨死。这个破门还有5星级酒店，差评。你。怎么了？中奖了呗？喂，外面有人吗？喂，你慌什么呀？我都没慌呢。你带手机了？我带了呀。带手机不早拿出来？这不是没信号吗？谁跟你说没信号的？满格。不需要。
你烦不烦啊？我说了不需要。别再打了啊！喂，你先别挂，不让我挂电话，我就挂就挂就挂。有病！哎，怎么没电了？哎，我刚这样跟你说，你就把手机拿走了？你怎么不早点说呀？我再试试能不能开机。哎，不用。哦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，你要是死在这儿，我说不清楚。哎，是你的头撞到我的头，你怎么都不疼啊？我头本来就很硬啊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帮你呼呼。呼呼？有你这么呼呼的吗？我撞的是这儿。哦。我不需要。哎，别坐。怎么了？没铺好呢。你是强迫症还是职业病啊？说的再平，人家坐上还是一样会皱啊。你吃饱了还是会饿，那你又为什么要吃饭呢？好了，坐吧。其实这也挺不错的，要不我们就在这凑合一晚上得了。想得美。也是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睡过地下室呢？你睡过呀？何止啊！我睡过地下室、候车厅、地下通道，我甚至打工的时候还睡过工厂的仓库里的电梯。那你睡的地下室是什么样的？那是我刚出来打工的时候。那个工厂的宿舍就是一个地下室，虽然那个宿舍又潮湿，信号又不好，但是空间是很大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单人床。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小芝、小辉他们太吵，只要他们不睡，我就睡不着。小辉又是谁啊？老鼠啊。你凑这么近干什么？你过去。我怕你害怕。我不害怕。你可以害怕。要不我给你讲一个小强的故事吧？不用了。你听过小强的脚步声吗？没有。你知道南方的小强其实是有翅膀的吗？而且我们这个地下室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小强，只要你看到一只，就意味着他们已经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了好几十代。已然。你再多说一句话的话，会拿一个胶布把你嘴巴贴起来。好，不说了。什么声音？依然，这么早就清理库房呀？门锁好像坏掉了。我这儿有卡。老大怎么在里面？不准说出去啊！昨晚怎么又和他睡在一起了？老大，老大，
你怎么这个眼神看着我呀？你是不是有一对双胞胎啊？什么双胞胎啊？演，你就演。酒店都传开了，说你不仅英年早婚，还有一对双胞胎。谁传的谣言你也信？你跟我多长时间？你不知道我的情况吗？啊？那倒也是。真没瞒着我？你是不是活够了？没有，没有，他们等着你巡楼呢。走吧。包括豪华套房和行政楼层，提前30天以上预订的客人将享受每晚10%的优惠。这鼓励客人提前进行规划并预订，以确保他们在特定的日期获得最佳的价格。让他们保持消费习惯，以后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客户。喂，上车。不顺路。顺路。把位置和时间发给我。师傅，华天大厦。华天大厦在哪儿啊？去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过去？面试。你要是不认识路，我来开。下车。你去面试做什么呀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你不还有3天试水期吗？那又怎么样？管得着吗你？哎，我说你吃火药了吧？早餐莫名其妙的。我没揍你不错了，双胞胎都会打酱油了，你还在这冒充单身美男子？我呸！他们说的是你跟我。我跟你结婚了，有孩子还是双胞胎，这进度也太快了吧！我到了，你自己开车能回去吗？我自己会开车。我知道，开的挺好的，以后尽量别开。嗯。你想干什么呢？帮你系安全带。艺人。
有没有什么药能让所有人都失忆？或者让我失忆也行啊。老大，你冷静点。我冷静？你让我怎么冷静啊？所有人都看到我真面目呢，我能冷静得下来吗？那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易然啊，一看那2个女的就不是什么善茬。要不然，我给你唱首歌。眼前的黑不是黑。你说我冷静，你闭嘴。哎，对了，令总找你干嘛？他说，把TY让给我们了。什么叫让给我们啊？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要给我们叫板呢。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当然不简单了，很明显就是新上任的小林总让他碰壁了，所以他就想拿死棋跟我们换取一些其他的利益。进来。总监，这儿有几份文件需要签字。有件事儿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不该说就别说。您就当我多嘴吧。为了咱们酒店的声誉，得罪人我也要说。这是叮当拍到的，易小姐好像偷偷收客人小费。你说这影响多不好啊！把照片发给我。进来。那我先出去了，你们聊。刚刚的事情我想解释。行，我知道你不想跟我说话。这个是你干的？这个是意外，这不是也挺好看的吗？这个也是个意外吗？我帮客人买药收钱，这个也有问题吗？那今天酒会的事情怎么解释呢？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但是刚刚所有人都看到了，是那2个女人太过分了。是，但他们是酒店的客人。那客人又能怎么样呢？客人就能恶意生事、出口成脏吗？你知不知道，自从你来了之后，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崩溃一次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想告诉你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这里是一个5星级的酒店，不是你家小旅馆，不是想干什么都行。小旅馆怎么了？你凭什么看不起小旅馆？就算空间再小，客人能把那儿当成家，你这儿能吗？客人花的房费不是买你房间里的电视有多大，装修有多豪华，笑容有多虚伪，而是他们能有一次想要再次光临的心情和感受。够了！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请你过来是解决麻烦，不是制造麻烦的。你终于说实话了，在你心里我才是那个麻烦。和一个没有原则的人，我不知道该谈什么。我们的合约可以终止了。原则？你有信心一辈子守着你的原则吗？我听说肖总虽然是客房部总监，但对于整个酒店的运营跟策划都有参与，想必肖总的运营能力一定很强。要不就麻烦肖总来介绍一下吧。酒店的详细情况，想必刘总已经跟林总介绍过了。全海
20年来，作为行业标杆，不论从服务、品质、规模上，都与 TY 非常契合。听刘总说，今年贵公司进行了人员扩招，全海的宴会厅、会议室都非常符合贵公司的人员要求。我听说之前有个关于你们酒店的差评。其实差评是每个酒店都会有的，众口难调嘛。但其实近1年来，我们酒店的口碑已经做到全行业内最好的了。就别这么严肃了吧。其实我这几天就住在全海，我对你们的服务还算挺满意的。我就开门见山吧 ，TY 可以跟你们合作，但我有个条件，请毅然回来继续做你们的试水员。只要你们请毅然回来，他的吃、住、行全由我个人负责，而且我可以现在就签约。我说的是未来这3年。肖总，这样的条件你不会拒绝吧？我马上就叫人拟合同啊！我拒绝。我们非常有诚意与贵公司进行合作。毅然的试睡期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也没有打算再把他请回来。林总怎么追女孩，我们管不着，但请尊重我们。还有，毅然不是你用来谈判的筹码。老大，咱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就是想要拿下 TY 的合同，这都送到眼前了，你这是跟谁过不去啊？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他们就是想拿合约侮辱我们。那我还想有人用情侮辱我。哎，这是团队的接待方案，需要你确认一下。这儿还有一份儿，是之前易小姐留给我的试睡报告。最近留言都说，就算是5星级酒店，也不可能做到所有人都满意。还有一条啊，孩子把酒店的墙面弄脏了，结果工作人员不仅没有让我们负责，还照顾了孩子的心情。作为酒店的老顾客，这一次的入住体验非常好。哟，没想到反响还挺好的嘛。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呀？啊，是我的疏忽，我的疏忽。针对这家好评，请你2次传播发酵。是。好的。麻烦你退房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李先生，感谢您这2天入住全海，不知道您对我们的服务还满意吗？非常满意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们可以帮我转交给一个人吗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位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应该是你们的员工。前几天他算救过我的命，临走前我想再谢谢他。期待您再次光临。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应该是你们的员工。前几天他算救过我的命，临走前我想再谢谢他。在你心里，我才是那个麻烦，
客人花的房费不是买你房间里的电视有多大，装修有多豪华，笑容有多虚伪，而是他们能有一次想要再次光临的心情和感受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我最近遇到了一个人，女人，这个也不是重点。重点是，他这个人，虽然我不能够完全理解，做事随性，还没有规矩，但是他说的话让我觉得，好像原来我认为是对的事情，现在也不完全是对的。你们立场不同，看法自然不同。其实你可以尝试着去了解一下别人，包括那些之前你无法理解的事情，对自己放宽一些。新品咖啡买1送1，欢迎品尝。新品咖啡买1送1，欢迎品尝。原则，你有信心一辈子守着你的原则吗？其实你可以尝试着去了解一下别人，包括那些之前你无法理解的事情。欢迎光。点单。请问你想点什么？一杯冰美式。还要其他的吗？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？一杯冰美式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小心别弄脏了手啊！你干嘛打我？你谁呀你？他占你便宜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也不用你管。你听见没？人家不用你管。你给我闭嘴，不然让你现在进医院，你信不信？你快管管他。跟我走。我不走。你是不是要害我丢了工作你才开心啊？你别吼他了，都消消气，消消气。他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的？我就预支他1个月工资，也没多少。够不够？跟我走。我再说一遍，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你赶紧走。走，你快跟他走吧。闭嘴！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你。其实你不用那么麻烦的，我可以给你找一份新的工作。工作我会自己看着找，不劳您费心。你说的没错，客人花钱入住，买的不是电视有多大，装修有多豪华，而是一生难忘的入住体验，以及想再次光顾的心情和感受。我认为你是对的，依然，我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酒店。肖总，施舍就不必了。你有你的原则，我有我的骨气，我也不想再继续给你添更多的麻烦。就这样吧，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各自删除，各走各的，以后漂流瓶见。那边好好看啊，看那边，那边也是。哎，你快看那儿！依然，对不起，我为我的行为感到抱歉。依然，对不起，我为我的行为
感到抱歉。这就是在表白，就是表白。外面那个帅哥是在追你吗？我替你答应他。我会认真反思，并努力改进。答应他吗？我会认真反思，并努力改进的。我想让他答应他。神经病。说吧，1个月能给我多少钱？